你知道三国时期哪位人物最受欢迎吗？我敢肯定会有很多人说大名鼎鼎的赵云，或者是料事如神的诸葛亮，但其实他们都排不上前列。为此我整理了各大网坛的排名数据，现在就为大家一一奉上。第10，张飞，他在三国中的形象十分鲜明，不管是长相还是性格特征，都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，并且他在三国中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存在，不管面对的敌人是谁，从来都不会胆怯，而且面对武力第一的吕布时也是如此，并且他在长坂坡上一声长啸，吓退曹操手下的数十万大军，后又在三英战吕布时，独自与吕布打了上百回合不分胜负。而张飞即使辉煌一生，但最后的下场却是让大家非常感叹的，一代豪杰没有战死沙场，而是在醉酒时被手下刺杀，结局实在让人唏嘘。不过这并不影响后人对他的喜欢。第9，吕布，素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美誉的他，虽然人品不是很好，而且还有认贼作父的癖好，但是他有着高超的武艺，并且在当时是闻名天下的。而在虎牢关前，刘关张三人合伙打吕布一人，也只能落得个平分秋色，再加上他还有一手好剑法，甚至还在辕门射戟时解救了刘备的性命。总的来说，吕布的人品不怎么有人去关注了，但是更多人喜欢他的武艺超群和所向披靡。第8，马超，他从小就以勇猛著称，并且在他成年后就跟随着西凉军首领马腾四处征战，并且还立下了赫赫威名。虽然他位列蜀汉五虎上将，但在五虎将之中却是最不被重用的人，因此他在投降刘备之后一直都非常的郁闷，明明自己能力不差，却始终得不到刘备的信任，从来也不会对马超委以重任，这时马超只能郁郁而终。第7，貂蝉，她是古代4大美女之一，有倾国倾城之貌，古往今来不知多少文人墨客赞颂她的美貌，畅想她的际遇，而她也为了报答王允的养育之恩，依然投身于险地，还以惊人的胆量和聪明，使得董卓与吕布反目，最终借吕布之手铲除董卓。虽无刀剑之勇，却颇有一副拯救苍生的英雄气概。可是貂蝉的人生是悲惨的，而这份悲剧也不知道给了多少人遗憾。第6，刘备，他是一个能人，甚至从一个草根成为了蜀国君主。虽然他文不如诸葛亮，武也不如关飞张宇，但是他礼贤下士，并且对自己阵营的兄弟将士都非常的好，尤其是那种有才能的人，他更是完全没有架子，并且还把自己的态度摆得很端正，完全就是一副礼贤下士。特别是他去请诸葛亮时，还能做到三顾茅庐而不埋怨，而这并不是每个君主都可以做到的。第5，赵云，在三国中，赵云简直就是完美的化身，忠君爱国，胆识过人，不仅勇于承担责任，还不受美色和利益诱惑。但是他并没有受到重用，并且还莫名其妙的被诸葛亮贬了官。一生英勇无比的他，没有战死在沙场上，这应该是他最大的遗憾吧。因此后世肯定会为他打抱不平，还有的人会把同情变为喜爱。第4，关羽，虽然他的结局是惨败被杀的，但他是我国历史上知名度最大的武将，而且他还被称为武圣，这并不是清朝捧起，而是有民间基础的。再加上关羽忠义无双，不仅有万军之中斩杀敌军主将颜良的事迹，还有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的战绩，并且他还受到儒释道三方共同的推崇，甚至在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关帝庙。由此可见，他在民间与朝廷被共同尊重，其影响力是无可匹敌的。第3，司马懿，他是三国末期非常出色的军事家，而且还善于以柔克刚。虽然他胸怀大志，但他能够压住自己的野心，也从不在外人面前显露，并且他的才能也不差。而在他正式带兵后，就证明了他自己的能力，不仅击败了诸葛瑾，还斩杀了孟达等人。不过这还是没有改变大家对他的看法，就比如高平陵之变，前脚只落水发誓许其富贵无虞，转眼间就灭人3族，因此遭到了大部分人的唾弃。第2，诸葛亮，提到三国，人们首先想到的应该就是诸葛亮，因为诸葛亮在人们的心中是智慧的化身，是谋略的代表，同时也是忠义的表率。他的成就不仅限于军事，并且在文学、科学等方面都有非常高的成就，甚至还可以说他在三国中的形象就是完美的存在，是无人可以超越、无人可以替代的，因此他也就成为了人们非常喜欢的三国历史人物。第1，曹操，虽然在小说中曹操被作者描写成了一个奸诈的小人模样，但是在真实历史记录中，曹操是一个有着雄才大略的人，同时也是一个合格的主公。要是刘备与曹操相比的话，他更能够吸引谋士跟武将的青睐，并且荀彧、贾诩、郭嘉等人后来也都是名垂青史的人物。尤其是曹操这个人在日本人的眼中也是极其受欢迎的一个人，毕竟他的能力跟魄力也都是在那儿明摆着的，由此可见将其排在第1，实至名归。